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那今天也是看到新骑兵的消息了，这个在前不久呢就已经有玩家传出了图片，但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确实的消息，所以就没有讲到这两个新的统帅啦。除了大卫四世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韩国统帅叫姜甘赞，哇，他的名字好难念呢。那这位统帅的定位就是在骑兵驻防连级，那官方也是一样推出连级统帅了，所以他之后的设计应该都是把骑兵都往连级那边去设计了。那我们先看一下他第一个技能，他是驻防统帅，但是他是群体伤害，怒气需求1000点，对伞形范围内最多3支敌方部队造成2次连级伤害，伤害系数1400，也就是2800的伤害。每增加1支敌方部队，每支部队受到的伤害降低15%，立即净化自身部队3个减速、中毒、虚弱效果，或者是其他减益效果。若该减益效果有乘数，则转而其乘数减少1成，并且它这个技能下面是有解释到了，它这些技能影响是有包括哪一些，就比方说托米利斯它的技能会影响到中毒的效果，然后海尔曼 P 的技能也是有一个虚弱效果、减益效果、叠层的问题，还有包括孔雀的技能，普通减益效果就包括攻击力、防御力、生命值降低，它会把这些全部给去除掉。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位统帅也算是另外一个拥有 AOE 的骑兵统帅啦，但是他是定位在驻防啦。当然他这边没有强制说你一定要驻防才会有这个效果，所以有可能野战也可以使用也说不定。不过我们先看一下他其他的技能啦，之后再讨论。骑兵单位防御力提升35%，担任驻防统帅时受到的技能伤害降低10%。如果你们要野战用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用到。那他第3个技能就有强制你必须要驻防才可以使用，造成的连击伤害提升10%，基础攻击时会对圆形范围内最多3支敌方部队造成连击伤害，伤害系数200。它这个又有额外的伤害哦，每增加1支敌方部队，每支敌方部队受到的伤害降低15%，冷却时间3秒。但是你们要注意看这一点啊，他讲基础攻击的时候会触发嘛，它虽然是有一个冷却时间，但是它这个触发条件其实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可以默认为这位统帅他基本上就是3秒就会触发1次连击伤害，只是他这个系数会比较低一点，并且你们不要忘记了他是连击统帅，其实连击他这个也是会触发到这个第3技能的，所以触发条件是真的很简单。哇，假设说他这个技能如果没有限制冷却时间的话，基本上他可以在一个回合里面打出好几次，如果是有包括连击伤害触发的话。第4个技能，进攻在野外部队时，释放主动技能之后，使目标部队在接下来3秒内受到的连击伤害提升40%，冷却时间5秒哦，这个野战就可以用了。但是你如果用于野战这个技能就用不了，连击伤害提升，还有这个额外的伤害。除此之外，还有包括他的觉醒技能也是，担任驻防统帅时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10%，目标部队兵力低于50%时，自身部队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5%。而且他这边说释放主动技能也是没有讲要他自己本人才可以释放还是主将，所以基本上就是主将释放了之后就会有这个提升，所以最好就是你搭配连击统帅一起使用吧，因为要触发之后才可以打出伤害嘛。像是如果你们是使用阿提拉做主将的话，就变成说阿提拉触发了，然后才轮到你这个统帅打出连击伤害，对方就会比较痛一点。当然你们也可以搭配其他的统帅啦，就比方说其他的连击伤害统帅，但是目前拥有的骑兵统帅好像都是没有连击伤害的，这个就比较难搞一点。不过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们真的要拿来野战使用的话，其实是可以用的，只是它有一些技能用不到，就比方说它的第3技能还有觉醒技能就没有办法用到，其他技能其实是可以用到的。所以你们就看这个连击伤害提升10%，然后有额外的200伤害，还有受到的伤害降低10%，目标部队兵力低于50%的时候，自身部队所有伤害提升5%，看你们这2个技能有用到吗？如果没有用到的话，其实拿去野战用还蛮 OK 的，毕竟现在骑兵还蛮缺有 AOE 的统帅嘛。如果拿去野战用的话，其实可以搭配亚瑟，搭配阿卡琉斯用也是可以。像是他如果是搭配亚瑟的话，就没有的选择，亚瑟就必须要做主将。假设说是搭配阿卡琉斯的话，阿卡琉斯的话就是一个 debuff， 会让对方的行军速度降
降低，或者是阿卡琉斯做主将也可以。像我们野外需要追击的时候，就可以让对方的速度减慢，并且阿卡琉斯他打中对方之后会有一个10秒的破甲效果，让对方受到阿卡琉斯的伤害会提升5%啊，并且会叠层。至于你们说用于驻防的话，我觉得以目前来讲，最好的搭配就是拿来搭配赫克托尔，因为赫克托尔他的技能是可以转变的嘛，而且目前有不少玩家测试下来，拿来搭配赫克托尔之后拿来做驻防，其实效果还不错。赫克托尔如果是拿来搭配新的统帅大卫四世，就拿赫克托尔做副将，因为他作为骑兵天赋的时候会有2次连击伤害嘛，他的伤害系数就有2000罢了，又有 debuff， 行军速度、生命值、防御力都有提升。而且我是觉得说，以目前的连击伤害统帅来做选择的话，真的就只能选择赫克托尔，其他统帅都不太适合，因为现在的连击统帅太多都是定位在野战才可以用啊，像阿卡琉斯就有好几个技能一定要野外的时候才可以用，然后亚瑟的技能又有很多是针对野战部队的才可以使用，所以我是觉得说可以考虑一下用大卫四世来搭配赫克托尔，或者是拿来搭配阿提拉阿提拉他是使用普通攻击伤害嘛，所以拿来搭配使用应该也是不错的，用纯骑兵去做驻防。至于你说拿来搭配艾莉诺的话就不太适合，其实艾莉诺会比较依赖技能伤害提升，像他的技能特点呢，就是可以再次释放他的主动技能嘛。如果假设说他所搭配的统帅呢，就是没有什么技能伤害提升啊，所有伤害提升又比较低一点的话，他就变成说艾莉诺出来的效果就没有这么好。所以我觉得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赫克托尔，但是一般玩家其实不需要用到啦，这个就丢给你们驻防的车头去翻这些事情就好了。第二个我会选择就是用阿提拉来搭配，当然还有其他的搭配啊，这个可能要等之后测试才知道了。至于我对这个新骑兵的评价，暂时没有评价，我个人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真的要等实战之后看他表现怎么样啊，才可以对他做评价。反正我个人是用不到这个统帅啦，除非我是真的要把它拿来野战使用。毕竟在我的王国其实比较少玩家会想要去拿 MG1 啊，所以有可能我可以通过 MG1 去拿这个统帅，然后把它给觉醒当成野战统帅使用也说不定。它的闪行范围就是一般的闪行范围，其实没有到很大，我想象中的闪行范围应该是半圆形的吧看来是我太贪心了。就是他的技能发动之后，你们可以看到有好几把刀往敌人的方向刺过去，这里看下来应该是有5把刀啦，但是他的攻击目标其实只有3个，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往下插的剑是有5把的，所以我不知道官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啦，其实要设计3把刀就已经足够了，他这边设计到5把出来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暂时先讲那个驻防统帅啦，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那个野战统帅。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